1877年，几位年轻人聚集在法国的某栋别墅里，他们相约以普法战争为题材，每人写一篇中短篇小说，然后集结成册。2年后，小说集一出版，立刻轰动了整个法国。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《羊脂球》。作者莫泊桑从此像一颗星星照亮法国文坛，成为世界3大短篇小说王之一。《羊脂球》讲述了普法战争中法国不同阶层的10个人乘坐同一辆马车逃亡的故事。这辆马车像一个浓缩的小型社会，各色人等轮番上场，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。善与恶的角逐，美与丑的博弈，在利益的拉扯之下，伪善的面具被揭开，人性的丑陋一览无余。在邪恶面前，人性的善良不堪一击，好人不但难有好报，反而更容易被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没有牙齿的善良是人尽可欺的懦弱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身材丰腴的妓女，虽然胖，但她肤如凝脂，性感魅惑，十分动人，因此被称为羊脂球。羊脂球沦为妓女，只因出身贫寒，被生活所迫。虽然做的是皮肉生意，但她内心依然有自己的坚守。1870年，普法战争爆发。战争初期，法军节节败退，普鲁士军队步步为营，攻占了法国大部分地区。羊脂球生活的城市鲁昂也沦陷了。一个普鲁士军人侵入羊脂球家中，羊脂球勇敢地冲上前去，掐住敌人的喉咙，与之殊死搏斗。但由于势孤力薄，羊脂球输了，只好仓皇逃离。和他一起登上同一辆马车逃跑的还有9个人，他们是葡萄酒鸟先生夫妇、资本家拉马东夫妇、贵族伯爵夫妇，还有2个修女以及一个投机分子科尔尼代。羊脂球一上车，立即被3位太太认出，她是城里有名的妓女。大家向她投来轻蔑的眼光，开始窃窃私语，鄙视她，说她的坏话。但大家想不到的是，就是这样让他们看不起的妓女，在关键时刻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。由于出发仓促，其他人都没来得及带食物，只有羊脂球为自己准备了3天的干粮。羊脂球从座位底拉出来一个篮子，一打开篮子，食物的香气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。鸟先生死死盯着篮子里的一只鸡，垂涎欲滴的他开始同羊脂球搭讪，对着羊脂球一顿猛夸。羊脂球心领神会，分给鸟先生一只鸡腿。同时，羊脂球还对坐在一旁的2位修女温柔而谦卑地发出邀请。清高的修女们也接受了他的食物，结结巴巴道谢后，连眼睛也不抬，连忙吃了起来。这时有位太太饿晕了，羊脂球拿出了红酒滴进太太嘴里，太太这才慢慢苏醒过来。看到还有好几个同行者没吃东西，羊脂球借此机会向他们示好。太太们借坡下驴，大大方方地接受了羊脂球的馈赠。他们一边享受美食美酒，一边对羊脂球的善举大加赞扬。之前冷淡的氛围一下子升腾起来，变得轻松愉悦，其乐融融。但不一会儿，羊脂球的3天口粮被他们分食一空后，他们对羊脂球的态度又来了个大拐弯。他们收回了热情，重新端起了架子，应付地聊了几句后，便不再搭理羊脂球，仿佛之前的事情从未发生，气氛一下子又降到了最开始的冰点。有位网友评论说，其实羊脂球分享食物之前是经过复杂斗争的，他迟迟不愿拿出来分享，就是不太愿意给侮辱过他的人吃。直到有人饿晕死过去，他心软了，违背意愿将善良为了虎狼之人。善良的人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心软，他们同理心强，看不到别人受苦遭罪，总是把别人的苦当成自己的难，宁可成全别人，也不会独自苟安。可是付出所有，别人未必能感知到你的善意，反而将之视为理所当然。爱默生说，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，否则等于零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没有锋芒的善良像是软柿子，谁见了都想捏一把。你待别人越好，别人越容易得寸进尺，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。只有长出锋利的牙齿，善良才不会成为柔弱的代名词，才能柔中带刚，令人敬畏。善良一旦失去底线，人就会变成任由宰割的羔羊。
酒足饭饱后，一行人经过长途跋涉，到了托特镇，却被拦在路上的普鲁士军官扣下。普鲁士军官看中了漂亮性感的杨之球，让他陪自己睡一觉。但杨之球他毫不避讳地挑明立场，不在敌国发生交易，不与敌人发生关系。即便是之前投机者科尔尼戴先生想与杨之球交易，他也以普鲁士人就在隔壁房间为由婉拒了。第二天，一车人准备继续出发的时候，普鲁士军官下达命令，不予放行。普鲁士军官的强盗行径瞬间点燃了大家的憎恨，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脱身。他们想了很多办法都不可行，最后只好把焦点转向杨之球。他们试图说服杨之球做出让步。对娼妇来说，和所有男人干这种事本来就是他的行为，没有必要挑三拣四。杨之球不为所动，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。眼看着用强硬的办法不行，他们决定联合起来，攻心为上。趁杨之球在场时，他们故意内涵杨之球，旁敲侧击。他们引经据典，把历代为救人而做出牺牲的历代人物如数家珍般一一列出。说着说着，他们还把修女纳入阵营，修女也提出，只要目的是好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修女的话巧妙而隐晦，却生生敲打在杨之球的心上。善于察言观色的伯爵看到杨之球心意动摇，随即乘势追击。他轻轻挽起杨之球的手臂，如同婚礼上挽起待嫁的女儿。伯爵心平气和地给杨之球讲道理，戴高帽，并且还不断画大饼，保证事成后杨之球的善良和义举也将被人感激不尽。杨之球被说得晕乎乎的，就这样被伯爵搀扶着送进了普鲁士军官的房间。生活大爆炸中有句话说，如果你太过善良，这个世界就会把你啃噬得尸骨无存。3分帮忙真帮忙，10分帮忙帮倒忙。一个人再善良，若没有了底线，便如同纯良柔弱的羔羊，面对人性的丑陋贪婪，只能束手就擒，任人宰割。只有守好内心的底线，我们才能给自己建立坚固的屏障。在底线之内经营好自己，在底线之外尽可能与人为善，保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，我们方可进退自由，既保护自己，又温暖他人。好人有好报，但老好人没有。为了让大家早日获得自由，杨之球只好舍弃自己，忍受普鲁士军官的百般折磨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此刻同行者们早已将他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，大家像打胜了仗一样心花怒放，欢呼雀跃，甚至有人提出用啤酒或弹钢琴的方式庆祝即将到来的解脱。第二天，满足了兽性的普鲁士军官最终兑现诺言，给10人放行。上车出发前，疲惫不堪的杨之球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他希望得到大家的感恩和同情，哪怕一句安慰的话也行。可是其他人始终无动于衷。曾像父亲般对他的伯爵，没有了之前的宽厚温柔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嫌弃。曾经暗示他只要赔了普鲁士军官，就是大家救命恩人的2个修女，此刻正装模作样的祈祷，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。他目光扫过所有人，发现大家都无视他，回避他，生怕玷污了自己的清白。杨之球这才恍然大悟，之前的热情和承诺不过是用虚情假意编织的罗网，而他正是那个自投罗网的猎物。令他更加气愤的是，这一次每个人都带了食物，唯独杨之球没有来得及准备。杨之球希望有人像他之前赠予食物一般，也分给他一点，然而所有人都选择了无视。他觉得自己被淹没在一片轻蔑当中，这些衣冠禽兽先是把他当祭品奉献给敌人，随后又把他当作一个肮脏无用的东西扔掉。他委屈极了，强忍泪水，但泪水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伯爵夫人看见了，示意她的丈夫予以安慰，伯爵只是耸耸肩膀，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又不是我的错。旁边一个太太则幸灾乐祸地说，她感到羞耻，所以哭了。就在此时，有人则唯恐天下不乱，开始用口哨吹起了法国的复仇歌曲《马赛曲》。事已至此，杨之球除了哭还能怎么办呢？书中描写到，杨之球一直在哭泣，黑暗中有时候在2段曲调中间会传出一声他未能忍住的呜咽。杨之球的故事让我想到了被人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，松子为救学生而一点点滑入命运的深渊。也想起《儒林外史》中的杜少卿，对谁都慷慨大方，结果散尽家财，最终一无所有。
在我们生活中，这样的老好人比比皆是，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别人，却被反咬一口；竭尽全力帮助别人，反而被对方当成仇人。职场上你总是替人考虑，自己却被排挤孤立。有人曾说，我一生最怕鬼，鬼却未伤我分毫；我一生善良真心待人，人却让我遍体鳞伤。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鬼，而是人心的丑陋。以善示恶，如抱薪救火，心不尽，火不灭。不顾自己安危和根本利益，无所保留的付出，只会纵容人性之恶不断地蔓延生长。当你掏空所有，你才发现你不过是对方的垫脚石、背锅侠，最后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。凡事过犹不及，爱得太满会溢出，待人太好则显得廉价，唯有适可而止的善良才最珍贵。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，维持不近不远的关系，付出一份收放自如的温暖，才可以在这个曲折变幻的世界活得游刃有余。知乎上有个网友说，杨之裘短短3万多字，读后我却全身上下都觉得沉重。和那些看起来高贵显赫之人对比，杨之裘做着肮脏的皮肉生意，接触天底下最龌龊的事，内心却干净得像白纸。杨之裘一心向善，总以为好人会有好报，却不料被一群虎狼之人撕咬得片甲不留。其实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如出一辙，循环着杨之裘的命运，一心成全别人，可最后却得不到一点点感恩。他们始终不知道，真正的好人既有温度，更懂尺度。正如米格所说，圆润而不尖锐，善良而不懦弱，这样的美好才是饱满的。做好人不仅有一心助人的善念，更需要用智慧去经营。既要有悲天悯人的温柔仁慈，藏锋于胸的坚韧克制，更要有外圆内方的迂回和坚守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救赎别人的同时，自己才能被真正尊重和珍惜。